是习惯用微笑武装，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，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俊豪，把枪放下。黑拉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不是我的？是不是我的？是不是我的？不要！俊豪，不要！不要！我知道你也不讲的，俊豪。俊豪，你只是情绪失控罢了。我杀死自己孩子，我杀死自己孩子啊！你想想，如果你死了，那奥利怎么办？还有你爸爸妈妈他们这么疼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们？俊豪，要不然你给我解脱！不要，俊豪，你这样一走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不是要我们一家团聚的吗？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一起度过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做，俊豪。谢谢你。简俊豪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已经帮他打了镇静剂，明天早上应该会醒过来。你还在担心他，还舍不得走啊？作为前妻的，你为他所做的一切，已经超出一般前妻应该做的。他有今天这种局面，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，绝对与你无关。你没有必要感到内疚，更没有必要把这个责任扛在身上。我在想，如果当初我在法庭上没有揭开他的伤疤，或许今天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。真的要说如果，说不定现在有精神病、要自杀的人是你。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还爱不爱这个男人？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可是刚才你对他讲的那番话，虽然是暂时救了他一命，但是无形中也给了自己一个重担，长远来说，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。我相信在那个情况下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难道要我见死不救吗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肯定是见死不救。不过幸亏，这一点你不像我。我相信无论是谁，在那个情况下都会做一样的决定，包括你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对了，有没有联络到艾文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，不只关了手机，连交代一声也没有。我相信他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苦衷。我是来关心你的，
怎么现在反而你来八卦我们的事了？简君浩在医院。是，还在医院。但美琪没事吧？你是不是有必要向我解释呢？对不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米莎，我决定退股了。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提出是很唐突，但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决定。你现在是知会我，而不是跟我商量。除了简君豪，我手头上的其他案子都差不多可以结案了。我现在离开，对 MMA 应该影响不大。为什么？没有特别的理由，纯粹觉得自己需要做一些改变。改变？你想要开自己的律所？我还没确定。你找谁跟你合股了？你打算把你手头上的 client 都带走？你说我会这么做吗？我是想说，我还不确定接下来做些什么。你一向来的作风我还不清楚吗？你是确定自己下一步要怎么走才会做决定的？就是以前我太稳当、太保守了，所以到现在还在原地踏步。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？是我自己的问题，跟 MMA 无关，也跟你无关。而且就算我现在离开了，我相信你还是有能力守住这里的。是不是因为那天我说的话令你生气了？不是，还是你太太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她逼你这么做？不是。那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该说我都说了，米莎，我只能再次跟你说，对不起。连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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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吧？啊，朱警官，我没事。你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这里？怎么了？是被人袭击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有人打电话报警，说几个男人好像在这里囚禁一个女人，我怀疑是方海伦，就马上到队过来这里看看。那有没有找到他？我们在这里只发现你一个人。周警官有发现，周警官，我们在这里发现这把刀，还有些血迹。马上通知鉴证组。 Yes sir。你们两个去附近搜索，看有没有其他的证据。 Yes sir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去交赎金是很危险的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事出紧急，当时为了救我的未婚妻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你说当时对方寄了一部旧的手机给你，那现在手机呢？我醒来之后就不见了，是不是掉在了废墟？找过了，没有发现到你说的那部手机。那应该是被绑匪带走了。对了，那部手机是有人托9天大堂经理交给我的，你们可以去查一查，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放心，我的同事已经在做事了。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，你说你在郊区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后来有一个男人来载你，你还记得那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吗？你在被蒙上眼睛之前，有没有注意到周遭的一些细节，比如说像路牌之类的？没有路牌，
也没有其他任何细节。你说你们坐在同辆车子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，你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吗？没有。那你还记得那个绑匪有什么特征吗？他帽子压得很低，又穿着高领夹克，根本看不清楚他长什么样子。感觉他的年龄应该是在30岁左右。之后呢？之后他用刀逼我下车。来到废墟之后不久，我就被打晕了，后来就完全失去了意识。你刚刚说有人看到了绑匪的踪迹，找到人没有？除了你之外，我们暂时没有其他的发现。朱警官，有一份报告需要你马上看一下。好。是不是有什么线索？已经找到载你到案发现场的车了，已证实那辆是尸车。另外，签证组也在后车厢发现到大量的血迹。血？目前证实的是，不止车上的血迹，就连地上的那滩血，还有刀子上面的血，通通都是人血，而且都是属于同一种血型。你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证明血是不是我未婚妻的？这一点我们自然会查。不过现在你有必要知道的是，我们在刀柄上面采取到的指纹已经比对过了，证实是属于你的。这一点你怎么解释？医生的评估报告已经证实，简君豪确实患有严重的抑郁症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争取让总检署那边修改控状。根据以往的案例来看，这个问题应该不大。意思说，简君豪这次有可能逃过死刑哦。不过这不是我们委托人的要求。还有一点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有利。你是指这次的主审法官？温法官是注了明的判刑严厉，尤其是对于逃过谋杀罪的被告。更何况这是他退休之前主审的最后一个案子，应该会比以往更加的严谨。我曾经看过一宗新闻，报道是说有一名德士司机，他的女朋友移情别恋，后来将对方活活烧死。虽然有很充分的证据显示被告是有预谋杀人的嫌疑，问题是心理医生证实了他患有精神病，后来逃过一死。当时主审的温法官对被告说：“虽然你逃过了死罪，不过在他眼里，他的所作所为跟畜生没两样。”结果判了他最高的刑期。不同的法官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跟角度，同样的案子，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一定要证明君豪是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杀人，甚至是因为一些外来的因素才会导致他做出这样的举动。之前你说 Ella 曾经偷偷的给简君豪吃药，我要知道他当时吃的是什么药，当中的成分对他会造成什么副作用。这一点交给我去查吧。还有那个被推下楼的佣人，你再找他问清楚当天的事发经过。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我想问 ，Edward 这次会不会参与我们这个案子啊？毕竟温淑仁法官是他的岳父，我在想，他是不是应该避嫌呢？不清楚，这个你应该问他本人。上退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我提起 Edward， 他脸马上就黑了。有吗？自从 Edward 缺席庭审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人影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察觉到哦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八卦？可能他身体不舒服呢。还不止这样 ，Maggie 还说米肖在下班前给了他几个很大的纸皮箱，叫他收走 Edward 所有的东西。你说这不是离开 M&E， 那会是什么？真的有这一回事？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问 Maggie 啊。不然的话，你可以直接问米肖，反正你和他关系那么好。我接通电话。喂，安生啊？魏美琪，你在忙吗？我不忙啊。我在沙巴遇到了麻烦，被警察扣留了，我需要你帮我。我这次会找你出来，是有事情想要你帮我。又是为了你的前夫的事吗？现在媒体已经封你为全国最佳前妻了，你怎么还不知足？你不觉得你为那男人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吗？如果你要我一边为Ella哀悼，一边为杀死他的凶手脱罪的话，对不起，我没那么伟大。你可不可以先听我说完？ 100万都不行。我这次找你不是为了君豪，
我有个朋友在沙巴遇到了问题，我希望你可以陪我走一趟。他就是安生。那个家伙比牛还壮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倒他的？是不是嫖妓没给钱被抓了？当地警方怀疑他涉嫌绑架自己的未婚妻，他已经被扣留了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跟你开玩笑吗？为什么你会找我？我知道你在沙巴打过官司，很了解当地的法律。我希望你可以帮我。我怎么知道你那位老相好没做过？万一他真的绑架人，那我岂不是成了帮凶？实际的状况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相信安生绝对不会这么做。是吗？但是我对你看待男人的品味跟眼光有所保留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前夫连妻子孩子都敢下手，就情人涉及绑架，你说我该相信你吗？总之，你在沙巴所有的费用都包在我身上，律师费要怎么算都行。对不起，没兴趣了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说，我会答应你的。我们有缘再见。我愿意跳槽到你公司。你之前不是跟我提过吗？我答应你。10年卖身契，薪水我说了算，工作时间无限，没有花红，24小时随传随到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成交。我还以为你会来看我。怎么会呢？我这几天忙着你的官司，所以走不开。这是 Olive 叫我交给你的。那天法庭的事情 ，Olive 都知道了。他问我为什么爸爸这么傻，我说爸爸不傻，只是一时情绪不稳定，想不开。Olive 说，他还是很爱你，只要你知错能改。你就是他的好爸爸。我不配当他的爸。谁说的？你绝对有资格。再过7年，他应该上中学了吧？时间过得真快。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还能见到Olive？可以。你还要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的。真的吗？只要你不要再做傻事。那你呢？你会等我出来吗？我们重新来过，一家人在一起，应该很幸福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先去回复 email， 记得我是头等舱位，等一下见。我总觉得这个武家明靠不住。我现在只能靠他，我别无选择。总之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啊。怎么啦？你还在担心简俊豪的案子吗？
我告诉你啊，你的优点也就是你的缺点，你太重感情了。你忘记了当初他是怎么对待你的？打离婚官司的时候他是怎么对你，而且他还背叛过你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可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去帮米肖打赢这场官司。有什么消息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对了，有一件事我想要问你，阿福的案子，其实你根本没有找到证人，对吗？我不是找到罗先生了吗？罗先生是你找到的假证人，对吗？你从哪听回来的？那为什么案子结束之后，我看到你们2个人来往？我已经说过了，那天我生病在家休息，你肯定认错人。那我为什么在你桌上找到一张你给罗先生的1万块支票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如果别人发现，你是要坐牢的。我当然知道啊，可是我一时之间很难跟你解释的，不如等你回来我们再说吧。好，等我回来，我要你好好向我解释。好了好了，我先走了，我不送你了。看来心情不错嘛，机会应该很大吧？我呢是尽全力了，接下来就要看你上司怎么决定。其实你的资历跟经验，要你去当一个第2副检察长，真的是委屈你了。不会吧？难道你要我进来就当总检察长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记得你胜任有余啊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。忽然间要你做这么大的决定，是不是爸的意思啊？其实爸说的没错，当政府律师对未来始终比较有保障。我只是不希望你是为了顾虑爸的感受而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。当然不会啊，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决定的。那就好。真羡慕我姐有你这么好的老公。不像你哦，什么时候嘴巴变得那么甜啊？什么嘴巴变得这么甜？我是在说实话。你跟我爸呢，是我见过男人当中最好的2个。只是不知道好男人什么时候会闹革命。闹革命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要这么听话，不要告诉我姐啊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告诉她。梅琪，安生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你再忍耐一下，吴家明在帮你争取保释。你是说吴律师接了我的案子？他在这里曾经打过官司，很了解这里的法律。那麻烦你了，吴律师。与其谢谢我，不如谢谢你这位老同学吧。如果不是他苦苦哀求我，我是不会大老远飞过来的。时间有限，马上开始。那就从你和你的未婚妻最后一次见面开始说起吧。干嘛不吃啊？你真以为我们来这里度假的？难道你要我随你点了餐不吃吗？你听了安生的述说，你有什么看法？那有2个可能性，一呢就是你的旧情人被绑匪栽赃嫁祸，把他骗到案发地点，然后再让警方误以为是同谋，因为分赃不均，结果被打晕留在现场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是说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是可以帮到安生的？你都还没有问我第2个可能性。那第2个可能性是什么？连安生就是主谋喽？不可能。有什么不可能？方海伦这么有钱，这世上很多人想绑架他的。或许他们来沙巴结婚呢，就是连安生计划的第1步呢。身为一名律师，你会为了区区100万而去拐带一个人吗？你说的没错哎，100万不太可能，但如果说3000万呢？你自己看吧。这份是方海伦的人寿保险，这份保单呢是他们来沙巴之前签的，也就是说他们踏入这块土地开始呢，这份保单就开始生效。所以你不要怪我这个外人这么肤浅，人性本来就是这么肮脏的。这份保单根本不能证明什么。如果安生真的是主谋，这份保单对他反而更不利。的确是冒险了一点，
但是如果挨得过去的话，这3000万就平安入口袋了。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合理的。总之，我不相信安生会这么做。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梁安生的感情投入有多深，但是我想问你，你到底有多了解这男人呢？比你更了解他。那我再问你，你知道梁安生跟方海伦什么时候认识的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方海伦把他集团的事务委托给 MNE 的时候，是他们第一次的接触。是他亲口告诉你的吗？是。那要是我说他在英国念书时期已经跟方海伦有过纠葛了，你是信他还是信我呢？我查过了，方海伦曾经是英国一所大学海外生奖学金的捐赠人。很不巧的是，连安生就在这间大学毕业的。更不巧的是，第一位获得奖学金的好学生就是你的连安生呀。照理说，连安生事隔多年，应该不会忘记这位大恩人吧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可没有想象中的了解他了？明天我们去德士总站，看可不可以找到那位德士司机。警方都已经在查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我想尽快找到他。就算你找到那个司机，我不觉得有多大作用。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证明安生口供的证人。那警方可以这么说，安生自导自演做戏给司机看的。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？你这么说也不是没道理啊。不过我想到一个疑点。什么疑点？让我想想，明天告诉你。那天晚上的事我已经告诉过警方了，我真的没见过方总裁。那酒店的 CCTV 呢？一定有拍到他什么时候出入酒店。警方来这里查问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将前后2天的监控画面都调出来了，真的没有留意到方总裁是什么时候离开酒店。难道他人间蒸发吗？很抱歉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，不如你去问警方吧。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当然报警啊！不行，字条写了不能报警。你干嘛这么听话？字条写着叫你跳楼，你去吗？如果对方真的有 Helen 的消息怎么办？对方什么人？有什么目的？你完全不了解。你这样子贸贸然去也太危险了。只要小心一点，不会有事的。万一对方是绑匪，你就不担心被抓走了？怎么可能？绑匪已经得到了100万，何必为了区区1万块冒这个险？我说汤美琪啊，你到底有多迷恋这男人？怎么来到沙巴整日失心疯似的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不理智啊？总之我不赞成你这么做。我自己去。你认为法官会怎么判呢？在法官还没宣判之前，什么可能性都会有。你的儿子一早就认罪，他又肯配合警方协助调查，再加上有医生的评估报告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很大的几率会改判误杀。但关键是会判多少年嘛，是吧？不管法官怎么判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儿子把罪行减到最低。温法官，你好。简先生，你认识温树人？他就是这次案子的主审法官。经本席研究过，精神科医生提成有关被告简君豪的心理评估报告，鉴定被告确实患有重度的抑郁症，因此本席同意控方修改控状，改判被告误杀罪。尽管被告的精神疾病削弱了他的判断能力，进而犯下严重的罪行，但本席认为，被告有一点并不值得原谅。案发前，被告曾经会诊过精神科医生，
事前已经很清楚病情的严重性，但被告依然没有及时接受治疗。他应该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是有可能会危害到自己身边的亲人。结果，被告是在清楚知道妻子的怀孕状态下，将其残忍地杀害，具有加重刑罚的因素。因此，被告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上沉重代价。本席在此宣判，被告卷金豪误杀罪名成立，判处监禁16年。雨潇，真的被你猜中了。查到什么？我在法务部门翻看过，温书仁曾经处理过一些案子。原来在25年前，他们曾经有过交涉。当年简先生因为失信罪被起诉，而温书仁就是当年的负责提供的检察官。本来案子对简先生非常的不利，后来峰回路转，证据不足，最后被撤销了。不排除当中涉及包庇。你的消息来源可不可靠？这是当年代表简先生的辩护律师告诉我的，他敢透露的就只那么多。剩下来的要问当事人才清楚来龙去脉了。Well done，资料放下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好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啊，对了，帮我把这个处理掉。你不要了吗？送给你做纪念吧。总之，我就不想再见到这个东西。还有，下午的会议全部给我取消，帮我约简旭婷上来。好。 16年，你们接受得了这样的结果吗？他挨得住吗？这一次的判刑比我预期的还要重，可是我们也不能无缘无故质疑法官的判决。我们能够做的，就是争取上诉。上诉成功的话，可以减刑多少年？要提出上诉，就要有新的证据，没有新证据，一切都是空谈。 那你说的跟没说没分别嘛？简先生，你儿子杀人是不争的事实，加上控方的证据对你儿子非常不利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围绕这案子再制造新的疑点。但是，如果有证据证明，法官在裁决的过程中因为某种原因，促使他对被告产生偏见，那情况就不同了。你是怀疑法官故意加重罪行？ 简先生，我想要知道你之前是不是已经认识温书仁法官？你想说什么？25年前，你曾经牵涉一宗失信案，当时温书仁是检控，有没有可能你们之间有过节，或什么纠纷之类的？钟仁，你先出去。好。 简先生，既然你委托我当你儿子的辩护律师，你就向我坦白一切，我才能够帮到你的儿子。你要我坦白什么？你跟温书仁当年的事。是，我是跟他有过接触。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？见不得光的事。 喂，等等我啊！不要再跟着我。我们住在同一间饭店，当然是一起回去的啊。更何况我们现在是拍档了吧？算什么拍档？你上次报警有不告诉我？小姐啊，我报警是为你个人安全着想。要不是因为你，
那酒店员工就不会白白送命。我现在很可能就已经找到线索了。你刚刚没听到周警官说什么吗？那个家伙身上也带把刀的，如果我不报警的话，搞不好今天送命的就是你啊！他没有理由伤害我，我害怕什么？今天死了一个人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得到一点教训呢？如果你怕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回去，我不需要你帮忙。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啊？喂，你那边还好吗？还好。俊浩的案子判几年16年。？16年？你放心啊，米歇尔已经准备上诉的事了，他有很有信心帮简俊豪减轻罪行的。美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安生那里怎么？他这里也没事，我现在不方便讲电话，待会再聊。小姐，请问你是想要知道方总裁的消息吗？你是不是知道方海伦的消息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阿良今天去找你，还出了车祸。对不起啊，你同事出了车祸，多少也跟我有关。不，其实我有劝过他不要这么做，可是他偏偏不听，还说最近缺钱，没有理由，有钱不赚。你是指他留下字条的事？你别误会，整件事情我没有份参与，我也没有想过要勒索任何人。你不要紧张，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经过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未婚夫醉倒了，我一个人帮不动他，能不能帮我扶他回房？好的，我去找我同事帮忙。方总裁你好，等一下，可以帮一个忙吗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？如果有人问起，你就说今晚没有看到我。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我的未婚夫喝醉了，我想趁今晚失踪，吓一吓他，看他有多紧张我。这不太好吧？帮个忙吧。需要帮你安排车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搭德士就行了。去码头。好。当时我也没想太多，可是过了几天，警察找上门，我才知道方总裁被绑架了。我一直不敢跟警察说这件事情，但是越想越担心，所以我就告诉阿良了。没想到他竟然利用这件事来跟你要钱。如果那女服务员说的是真的，那这起绑架案很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 Helen 自导自演。就是说他故意要陷害我，制造假绑架案，让警方怀疑我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事发当晚，他知道了我要跟他解除婚约，他竟然说不会勉强我留在他身边。后来他就一直灌我酒，可能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计划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想打岔一下，你为什么突然间想取消婚礼呢？是不能说的秘密吗 ？OK。你的意思是 Helen 会这么做，是想挽留你在她身边？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
他的确会这么做。喂，你不要怪我泼你冷水，你不觉得你太过一厢情愿吗？你又想说什么？就算方海伦想要挽留男人，也不至于失去理智。难道他不怕得不偿失，害自己坐牢吗？你太不了解女人的心。如果她真心爱安生，再不理智的事她都做得出。原来你在说你自己啊！周警官，我正在找你。抱歉，我现在没有空。我可能找到一些证据，可以证明我朋友是无辜的。我也刚收到消息，肯定跟方小姐有关。周警官，什么情况？刚刚有个男子在这里跑步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相信是对岸飘过来的。法医怎么说？初步调查，死者致命的死因是肾脏部位被刺多刀。法医会再给我们一份详细的报告。请你们帮忙问一下尸体有没有问题，还是你来吧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找到他了？你自己跟他说吧。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快点告诉我。Helen 死了。死了。今天早上有人发现她的尸体在海边，他们已经确定她的身份。死因是什么？他怎么会死的？虽然详细的验尸报告还没出来，不过初步判断，他的身上部位被刺多刀，导致失血过多，估计是有人计划性的谋杀，然后将他弃尸在大海。绑匪不是已经拿了钱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你现在应该担心你自己才对吧？为什么？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那把刀，你还记得吧？记得。法医已经确定，那把刀就是致死方海伦的凶器。你不要忘记了，刀上有你的指纹。对他们来说，凶手是谁已经呼之欲出了。安生，警方怀疑你涉嫌谋杀，我们暂时无法保释你出去。我没有杀人，你们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你仔细的想一想，有什么细节是你忘记告诉我们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没有什么其他细节了。你仔细的想一想啊。我看今天到此为止吧，有什么明天再说。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问下去？因为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你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？再拖下去，安生随时都会被起诉。我当然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还阻止我？你觉得像刚才的情况继续逼问下去会有结果吗？从他知道方海伦不在世上那一刻开始，他已经没办法集中精神思考了。与其继续的逼问下去，我倒觉得他需要冷静。你也一样。你不觉得你应该面对现实了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案情发展到现在，你真的没怀疑过林安生吗？没有。你凭什么这么确定？因为我相信安生不会这么做。请你拿出你的专业精神。我们现在是帮 client 辩护，不是在质疑他。如果你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。你知道我是不会拒绝你的。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你为了成功，愿意付出多少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好意。Helen 死了，今天早上有人发现她的尸体在海边。法医已经确定，那把刀就是致死方海伦的凶器。你不要忘记了，刀上有你的指纹。警方怀疑你涉嫌谋杀，我们暂时无法保释你出去。我没有杀人，你们要相信我。每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
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让勇敢